来，新玩具，今天咱们来玩这一款 OV01放大魔改版的 SS 的御天敌。这一回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尺寸。首先，我们就先从车型来看吧。车型其实在原有的御天敌的基础之上，也是加了一些涂装和分色，其实改动的幅度也是在一些细小的地方来进行一些点缀。配件的内容，首先，御天敌专用弹刀，当然也可以撅开分成2把。然后御天敌的专属大盾，这个造型也挺好看的啊，上边上了银漆和细节的点缀。然后披风的替换件，这回是一个软胶的材质，因为 SS 嘛，它毕竟是一个低级别的吧，它和 MPM 毕竟还是有出入的，所以它最后的这个车背后变成的披风并不还原。如果说为了还原的话，还是要换上这个柔软的披风，同时上面的涂装什么的也挺精细的。最后就是铁皮快乐枪，里边还有发光。铁皮就车型方面确实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一次因为是放大版本吧，所以它的卡扣也跟着放大了。又是精涂装的版本，所以不好的地方在于你第一次把玩的时候，它身上的卡扣做大了，又上了漆，导致了一些卡扣非常的紧，所以第一次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来，我们直接开始变形吧。首先把这个消防水管给它折起来卡住，然后第二步我们要把这2片黑色的板子卸下来，跟 SS 的那个一样。然后就是比较费劲儿的一个过程了，我们要把这一块的密合线拆开，这里边所有的卡扣连接的都是非常的紧的。先把左右这里打开，然后上下分开，好，撅开了。现在就把御天敌分成了上下2半。我们先把腿部这里变出来吧，把中间结合的卡扣位点全部的卸松，打开，好，一条腿一条腿的来。其实腿部的这个变形也有一些修改的小地方吧，先把这里转个180度扭过来，然后把这里边的卡扣分开，卸开它。这个地方拔出来里边红色板件下方的卡扣，旋转个180度，再放进去。倒一下，好，搁进来，把这一片的装甲造型露出来。这片板子嘛，直接90度折下去就可以了。然后把这边的卡扣结合，这一片滑动一下滑道，往上贴合，再旋转下来这一边，转一圈，转到这儿，把这里边所有的卡扣都压瓷实了，然后贴上脚底板，小角角窝回来，组成一个梯形，然后这上面的卡扣再结合，这个角是个合金的。腿部现在基本就差不多了，但是别忘还有一个小的造型件，这里边有个弹簧，拉起来翻一下，翻折到这边，好，一条腿基本上就变完了。另外的一边也是卸开卡扣，先腾开位置，把这里打开，然后拨开这里边的卡扣，旋转一圈，然后跟这么倒进去，把这个轮子贴好，这一片。这一片滑道，定好中间卡扣的位置的，然后往下折叠，旋转一下，转到这儿，卡扣结合，
这一片的小装甲，弹簧拉起来，卡回去。好，两条腿就变完。调整一下机位啊，我往上抬一抬，继续来变上方这里，拆松，把这一片解放出来。同时下方这里是有一个滑道的，另外的一边也是拆松。这个卡扣都特别大，特别长，而且有漆。两个胳膊我们先解放松，接着把后方这里的这一片旋转个180度。这方滑一下，哎，然后呢，我们翻过来。其实这儿还有个小细节，翅膀这里有一片软胶的材质，翻出来，扣，这个是软的。左右打开，找好它的位置。两个翅膀先放在这里，再接着我们转到车头这里看，先把两个倒车镜放下来，然后这里要解开一系列的卡扣了。左右，先把下方这块拉开，然后把中间的这个芯儿挡把这起。接着这里的卡扣拆开 ，Z 字折叠，把它压到一个很小的空间，太大了。上边这里拆开左右这里的两个小卡扣，整体的抬起来，哎，终于可以放下来了。前边的挡风玻璃从中间压一下，把中间的卡扣都脱开。旋转180度，双关节折叠，放到两侧来。中间这里压一下，把中间左右搭的扣子也展开它。然后一个双关节折叠放过去。我们从这样看吧，现在变到这一步以后，把前面的这一块旋转180，接着打开后方。把这块黑色的零件整个的抬到上边的卡扣卡住，哎，腰身就有了。然后一个 Z 字折叠放到前方来，前方又有个卡扣结合，但结合以前我们先把轮子定好位置，压合，腰身的部位现在就结合住了，太大了。接着把脑袋的这一块连同脖领子直接翻起来，胸口这里卡扣扣上。调整卡位，这边插合放进去，然后把两条胳膊再接着往过倒，倒过来以后，这里有一个大的卡扣结合，好。压合，另外的一边也是，胳膊先给它拿出来，腾开空间，哎，很费劲儿。接着前方的第二层胸甲，再卡扣结合，这个很漂亮的胸就出来了。最后把胳膊放正。还有一个小细节不要忘，御天敌的这个亡国之手，这个插进去。最后的最后，小细节不要忘，这里的两个合金件的裙甲稍微给它炸开一点，抠着这个地方，把它拉出来，然后咱们把铁皮快乐枪装上，灯给它打开。
好，人形变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其实这个变形的逻辑基本上还是沿用了 SS 的那个整体的套路，在细节上面增加了一些小的零件点缀吧，增加了发光的灯，以及从不同的武器的一个配置吧。眼睛这里其实点亮了这个灯光以后很好看啊，即使说你把灯光按灭，这个上面的涂装也是很精细的。眼神里边这个瞳孔的刻画，其实上面也有一些细节的展示，包括它的胡子啦、脖子上面的这些电路啦，还有一些电线管道啦，这个涂装做的是真的不错啊。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 SS 的这个底子真的很好。然后我们点亮眼睛的开关，这个蓝色的灯一照，这眼睛就更有感觉了。脑袋做的很帅啊，这个涂装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同时把 SS 本身应该有的那些细节层次感也给你完全展现了出来。胸口这里因为采用了多层次的压铸啊，所以呢这一块的展现出来也是当时 SS 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模具表现。而且胸口这里边的茶色玻璃里边还有银漆涂装的一些细节的内构点缀，国王之手的这个我爱叫它国王之手啊，类似于这么一个麦克风、熏针一类的东西。其实这回也用一个软胶件给你放在了胸口这里，但是变形的时候记得把这一根你揪下来，这里就不挡了。腿部的装甲进行了一些小型的改动吧，也是让这些内构细节看得更漂亮，让外部的装甲处理效果也更好看啊。所以呢，这一侧还有里侧的一些整体的腿部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个模具本身正面就非常帅了，其实这个模具当时觉得可惜就可惜在这个背包上了，背包显得很厚啊，而且这个翅膀的造型第一个也不还原，第二个处理的方式也很随意。所以呢这回这个 OA 厂子等于其实把背包重新设计了一下，以前的御天敌这块的 P 帘子当然你也能折到后背啊，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累赘，它给你整个的分了件儿，让这个背包压得更扁更小，等于是靠纸箱子堆叠的那种片片包，然后把它整个的密度压缩。但这样看的话其实也只能按变形金刚的造型来看啊，所以呢为了还原我们还是把这个软胶的披风给它换上。更换背包也很简单，它这里的转轴是一个活的 C 型滑扣，我们把这块转一转，把它扭下来，然后直接把披风件给它滑进去。整理一下。而且因为是大胶材质，还挺有重量，所以这个下坠感还不错啊，挺好看的。握持大盾的时候也有一个挺贴心的设计，你可以先把这个手掌里边的卡扣插好，然后把手指团起来。这个握把下方其实有一个转轴，直接往里一转，哎呀，这盾就握起来了。其实我发现很多的 BOSS 都很喜欢用这种赤铁双刃剑类的武器啊，比如说御天敌了、灭霸了、伊利丹了什么。当然，伊利丹的那个是弹刀啊。换上这个披风以后的效果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尤其你从背后看的时候，这两个披风很有质感。很还原的样子，而且它的这个齿轮关节也是挺稳定的，因为特别的紧，每一个齿轮你掰的时候都能感觉嘎嘣嘎嘣的这种很脆的声音，所以你举这么巨大的盾，这个手臂的关节撑的也是没问题的，非常的漂亮，整体的涂装很细致，而且变形其实并不复杂，并没有什么MPM04那么复杂，毕竟它是一个 SS 的模具，你就算再改，在身上加一些细节来分件的话，它的底子其实并不难，难是难在身上的涂漆厚了以后，卡扣因为做大了，所以很紧，所以这个第一次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拿出身高我们来对比一下，因为是一个放大版嘛，所以我们拿一个标准版的 MPM04 元大的这么一版擎天柱来看，其实元大的04的话只到这个御天敌的腰部，可能这个我觉得也就是配那个蛇场放大的那个所谓的真香柱，放那个柱子应该差不多吧，这个明显的小了，应该是和蛇场夹的同一比例了。
那整体来说呢，这一款放大了、精图了、加了合金了，身上的这个合金量其实挺多的，拿起来也是比较砸手。同时它的塑料也是这种大面积的这种实心塑料，倒是360度旋转的看，没有什么暴露偷胶空洞的地方。自然原版的这个御天敌其实设计的已经足够优秀了，而且原版御天敌其实能改的就是一个背包。这一回也算是他把这个最急切需要改动的地方给你改动了，加上这个披风以后的效果质感都很好啊，这个特别的漂亮，我挺喜欢这种流苏下坠感的，而且是一个软胶嘛，也不用担心在折动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损坏的现象。总的来说吧，造型非常的不错，这个能把 SS 原模具身上最亮点的地方全给你展现的出来。缺点是因为涂漆厚、卡扣紧，这些变形的时候第一次不太顺手，可能变几次把那个油漆磨掉了，你就顺畅了一些。替换的装备把这些该有的御天敌带的这些特色的武器、盾牌这些都给你带上了，而且在很多人执念当时御天敌为什么没有带这把枪啊，这回也给你做了，那铁皮快乐枪造型还挺像的，很棒。这个御天敌真的很漂亮。曾经我特别喜欢 SS 御天敌那个模具，但是这一次放大精涂装加合金以后的这个质感啊，又是很不错的。尤其你就把这个翅膀一换，武器盾牌一拿，你就摆在那里。其实我觉得玩这个更多的人是玩人形吧，几乎没什么人去玩它的车型吧。这人形摆在那里已经非常的够看了。SS 的细节一点都不输，它只是缺了一身漆，所以这一套给你把这些细节的层次拿漆都给你分层了出来，看起来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棒了。索性直接当人形来玩，也是一款很不错的产品了。当然，我突然又想起来那句话，我记得当时弹幕里边有个朋友说，我要追求的是还原，但是你能变和变不变，这个是在我。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有道理啊。倒是这款御天敌给你提供出来的人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型也能弄个大概齐，当然变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变不变在你，能不能变在它。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